兄弟们，快看呐！居然有作者把蛋仔1到8个赛季的蛋仔岛给还原了！好家伙，这可都是老玩家的回忆呀！不知道各位都是第几赛季入坑的呢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蛋仔岛每个赛季的变化吧。第一赛季怪奇工厂，作为蛋仔派对的开服赛季，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，彼时的蛋仔派对就像一座工厂，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建筑区域。不过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建筑，那肯定是这座梅花庄啦。在梅花庄的最上方有一个悬浮着的王冠，仿佛在告诉蛋仔们，只有善于跳跃的特种蛋才有佩戴它的资格。虽然现在看来这个梅花庄并不难，但是在当时基本都是萌新的玩家眼里，能够拿到皇冠那基本都是大佬了。当然对于挖卡我来说，自然也是轻轻松松。另外，蛋仔岛广场的喷泉也是第一赛季出现的，包括盲盒机前面的摇摇车，以及这辆炫酷的黄金跑车，也都是第一赛季的产物，并且在后续赛季得以保留。可以说，第一赛季的蛋仔岛就像一位勤勤恳恳的耕耘者，为后来的赛季建筑打好了基础。第二赛季惊奇游乐园作为蛋仔岛的第二个赛季，第一赛季那些建造的工程终于完工了。这时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蛋仔岛正在建造一座游乐园呢。只是这个风格嘛，总感觉有点阴森呐。黑暗的色调让这个赛季的蛋仔岛充斥着一丝诡异的色彩。不过流水的赛季，铁打的摘星，梅花庄这个玩法在第二赛季也是保留下来，蛋仔们依旧可以在这里抢皇冠，我感觉好极了。第三赛季疯狂马戏团，相比第二个赛季的改动，第三个赛季又增加了许多有趣的东西。梅花庄摘星的玩法依然保持不变，除此之外，这个弹板的玩法也给蛋仔岛增添了不少乐趣，包括现在超火的皮肤红小豆和东东阳，也是第二赛季出现的皮肤哦。这么聪明吗，老铁？当然要说这个赛季最好玩的东西，肯定是这个被称作小黑屋的地方啦。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蛋贩子是在这个赛季里诞生的呢？牛逼！第四个赛季汪汪向前冲，似乎是为了契合这个赛季，蛋仔岛刚好迎来了运动狂欢节。之前的跳梅花桩发生了改变，变成了一个旋转的木人桩，当时应该是难倒了很多玩家吧。另外，广场中心的喷泉变成了摸鱼，足球场也变成了篮球训练场。第五赛季糖果甜心，这个赛季的蛋仔岛完全大变样了，赛季从运动主题变成了糖果主题，香甜动人的糖果遍布整个蛋仔岛，让蛋仔们一天都在甜蜜的气氛中度过。而大家喜爱的摘皇冠也变成了摘星星，木桩也改成了弹跳力极强的糖果果冻。别以为跳得高就是好事啊，这可是非常考验你的弹跳控制力呀！救命！救命！第六赛季蛋糕密语，蛋仔岛从第五赛季到第六赛季的转变似乎变得有迹可循了起来。这个赛季的至臻皮肤蛋糕龙哥哥吃光了整个蛋仔岛的糖果，取而代之换成了各种各样的蛋糕不过他可能没太控制住啊，怎么连果冻树都吃了？这也导致这个赛季的摘星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不过这个赛季的蛋仔岛也是多了一艘小船啊，很可惜后面的赛季小船并没有保留下来，很痛苦，很烦。第七赛季音乐新企划，作为蛋仔岛历来最火爆的赛季，挖卡我就是这个赛季入坑的。有没有同样是这个赛季开始玩的？可以点个赞啊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和我同时入坑。必须的。然而作为蛋仔岛最热闹的赛季，背后却隐藏着非常多的刀子，比如我们的狮心熊，还有这个音爆耀星，他们都拥有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。不过这个赛季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，就比如火爆全网的爱如火。同时，这个赛季的梅花桩也是再次回到了旋转木人桩的模样，只不过当我们到达最顶上后，还要再来一段炫酷的飞行才能摘到星星。这么神奇吗？第八个赛季精灵之声，这个赛季似乎有些叛逆啊，摘星星的难度实打实的提升了呀。虽然美丽的精灵树让人赏心悦目，但是当我们想要摘星星的时候，它又变成了蛋仔们的噩梦。我们不仅要先爬到树上，还要通过移动的水母前进，这些水母的落脚点很难掌控，稍不留神就会跌落万丈深渊。我现在不会。如今这些赛季都已经成为了历史，而他们曾带给我们的欢乐却不会消失。兄弟们，你们最难以忘怀的赛季又是他们中的哪一个呢？